大家好，我是七七，你们的泡芙小姐姐又来上新啦。今天来分享一个可可酥皮泡芙，可可的微苦的口感加上酸甜清新的黄桃，以及绵密顺滑又醇厚的奶油，真的也是一个完美的碰撞呢。之前我有分享过爆浆伯爵茶酥皮泡芙，还有经典款的香草卡士达闪电泡芙，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。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先来做酥皮，用蛋抽把低筋面粉和可可粉搅匀，室温软化的黄油，用刮铲压拌一下，接着加入细砂糖，继续用刮铲压拌均匀。继续用刮铲拌匀成团就可以了。接着把酥皮擀成厚度大概是2毫米左右的薄片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放进去冷冻，它会很快的成型，不需要等待很久。接着放入冰箱冷冻10到15分钟左右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泡芙的面糊了。把黄油、牛奶还有水煮开，让它持续煮沸一会儿。接着就关火，加入面粉，因为是在煤气上操作，所以一定要先关火，这样比较安全。这一步的糊化一定要做好，也要做充分。糊化不充分的话，淀粉吸水能力不够，后续泡芙也很难长高的。这个时候可以开小火，再让它加热个20秒左右就可以关火了。如果温度太高，底部出现油水分离的话呢，也是失败的。面糊降温到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，就可以分2次加入蛋液了。这个步骤呢，一定要尽快的完成，尽量我们加完蛋液之后的面糊还是比较温温的状态。因为这样子我们判断面糊的流动性呢才会比较的准确。如果说面糊已经完全冷掉了，再去判断流动性的话，有可能是因为冷却而变得更加的浓稠，但实际上面糊呢已经相对来说是更稀了。那后续你烤泡芙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出现那种扁塌的情况。面糊还没有完全冷掉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面糊的状态。这个面糊它是非常的有光泽感的，另外就是你提起刮铲呢，它呈现一个倒三角，会缓缓的掉落，这样子的状态呢就可以了。所以加蛋液的时候一定要留意面糊的状态跟变化。那如果说面糊过稠的话呢，它的皮子会很厚，而且会长不高；但是如果过稀的话呢，它也非常的容易扁塌。冷冻好的酥皮取出，我是用之前做曲奇饼干的这个模具呢来制作的酥皮，大概它的直径是4.5公分左右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还是继续用这个小模具沾一点点干粉，然后标记一下，等一下我们要挤泡芙的位置。
手指上沾一点水，然后把这个小尖角的部分抹一下。接着叠上酥皮，酥皮可以让它稍微的温化一下，能够非常好的贴合在这个泡芙的面糊上。淡奶油里面加一些炼乳，这样整个的淡奶油风味会更加的浓郁，而且呢，它也会更加的挺立稳定。如果大家对自制炼乳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也记得去看我之前的那个分享哦。淡奶油打发到这种9分、10分左右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泡芙它的酥皮非常的酥脆，然后内部空气感也是非常的足。在底下铺一些黄桃果粒，那当然也可以放上你喜欢的其他的水果。接着就挤入满满的奶油。这个爆炸好吃的可可酥皮泡芙就做好啦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。